几天时间，松树的针叶出现大面积发黄，气温降低快，这种现象发生快。像这几盆大板五针松最明显，这就是冬天的到来，松树开始进入休谧期的第一反应。松树这种老针发黄脱落属于正常现象。把这些黄叶清理干净，让松树透透气。除了松树，落叶树种也会开始脱叶，叶也会出现花黄、干枯等现象。常绿树种的叶会失去光泽，或使叶变成深色。这是一盆夏蕨，叶就开始变成了红色。像这些现象，都是盆景在冬季新陈代谢、抵御低温的一种自我保护。不要误认为是盆景出现了什么问题，寻找解决办法，甚至认为盆景出现了烂根，着急放盆，那样做对盆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。在冬季，除了松树可以进行修剪放盆，杂木在没有了解它的树形，或者是缺少养护场地和经验，最好是不要进行操作，顺其自然，才能平安地度过冬季。防冻是盆景冬季养护的第一个重点。在北方，家里有暖气，防冻不成问题。盆景冬季防冻主要在南方的低温地区，像我所在的城市，最低气温一般在-3度左右。除了一些热带植物，像榕树、九里香进入室内养护，其他盆景可以在室外越冬，但必须做好4件事：一是要把盆景放在地面避风的地方养护。在盆景的养护过程中，冬季寒冷，夏季高温有个共同的特点，风还是很突出的。风可以带走枝叶大部分水分，很容易造成枝叶脱水，产生失枝。我养盆景的房间在楼顶，气温低于10度时，除了松柏，其他盆景都放在棚架下面养护，这样就可以避开冬季的寒风，降低盆景遭受冻伤的可能性。每年如此，基本上没有损失。二是适当做好盆景的保温措施。所谓的保温，其实就是防止盆土结冰。盆景最容易造成冻伤的部分不在枝叶，而在它的根。像这种浅盆，最好的办法是在上面盖上一层包装棉。包装棉既不影响对盆景的浇水和盆土的透气性，而且可以很好的阻断盆面结冰。就是这种东西。像这种小盆景，平时就放在地面上，到冬季气温降低，把盆埋一半到沙中，这样基本可以保证在冬季不干盆，也可以起到很好的防冻效果。气温低于0度，找一个泡沫箱，用这种塑料盆也可以，把盆景放在其中，用粗沙把它埋好。在室外阳台养盆景，也可以用这种方法，将稍大一点的盆景放在里面，这样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防冻效果。顺便说一句，在高温季节采用这种办法也是很不错的。上次在冬季对树的特性不甚了解，不要去修剪。这是一棵紫薇树桩，像紫薇这种树，剪枝至少要留20公分左右。有很多树种在冬季一次性剪到位，尤其是已经木质化的枝干，在冬季受低温影响容易失水而产生干枯。像黄杨、榕树，冬季停止生长就不要修剪，容易使芽点消失，在春季就很难发出芽来。事实在冬季室外养护不能干盆，盆景在冬季产生脱水是很难恢复的。另一个原因，容易对根系产生冻伤。在低温来临前，要对盆景浇一次水，把水浇透，保持根系应有的水分，可防止在低温下产生干裂。在冬季防冻有很多办法，掌握好一条原则，在不影响盆景采光和盆土透气性的情况下进行。冬季防冻显而易见，警觉性都比较高，但在冬季盆景出现反季节生长容易被忽视。这里主要讲的是像北方和南方气温比较温暖的地方，室内越冬不可避免地让盆景处在一个生长环境中，这样就会使盆景出现快速生长，从而不能正常的休眠。冬季盆景室内养护，摆放要尽可能避开温度比较高的区域，
将盆景放在通风和采光好的地方。控制浇水是重点，只要盆景不产生干盆，尽量的让盆土偏干。浇水的时候适当的补充水，不要浇大水，这样很容易刺激盆景的生长，甚至出现徒长，消耗盆景储存的养分。在盆景的生长过程中，一年有2个生长变化期，一是生长季，二是休蘼期。在冬季，对休蘼期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。盆景在休蘼期以基本停止生长的方式储存养分，目的是为盆景春季苏醒、蓄势待发。把盆景放在室内养护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操作，如果不加控制，甚至图盆景发芽长叶的满足而浇水，即使熬过了冬天，也很难使盆景在春季再现。事实上，我们在盆景养护过程中，春季出现枯萎的现象是很多的，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忽视了盆景休蘼期这一自然规律。我是山泉龙茶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评论区见。